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， 欢迎来到 Z Channel。今天呢，我们将探讨大脑神经元的3种连接方式以及它的功效。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， 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篮球的领域表现得非常卓越。然而，其实他也尝试过打棒球，但是呢，当我们都以为在这个体育方面、篮球方面表现很好的 Michael Jordan， 当他来到这个棒球界的时候，应该也有很好的表现。然而，实际上他却没有办法很好发挥，而这就跟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个话题——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有关系。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任何2颗大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即使是同卵的双胞胎，他们的大脑连接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一天24个小时，除了睡觉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断从我们的五官当中去吸收我们周围所有的资讯，而这些资讯进入我们大脑之后呢，将会通过这个神经元的连接产生不同的连锁反应。比如说，当光进入我们眼球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球会把这个光转换成电子脉冲，而这电子脉冲呢，就会通过神经元从一端传达到另外一端。所以每当资讯进入我们五官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呢，都会先膨胀，然后摇摆，然后最后呢，再产生连接或者是分离。而这个吸收转换的过程，我们的神经元会一直不断变化它们的位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神经元呢，会通过这些变化，去让资讯能够在最短、最有效的方式传达到相对的脑区域当中。因此，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的在变化着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2颗脑袋是一模一样的。而且研究显示，如果一个人一直不断的学习，他的脑其实呢会比不愿学习的人来得更加的大。而这个呢，也在动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。例如，野外的动物，它们的脑的大小是比圈养同类动物的脑还要大一个15到30%。因此，我们的脑也就像是我们的肌肉，当你越多的活动量的时候，它会变得越大，而且它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。在我们探讨这个神经元之前呢，我们先要来了解细胞，毕竟神经元也是一种细胞。细胞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。当一个细胞出生的时候，它会知道它自己必须变成一个肝的细胞还是一个心脏的细胞。人类的独特主要来自于这个细胞的特性。细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控制它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控制所有细胞的成长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长相、你自己的身材。那最后，所有的男生可能最终长得像彭于晏，而所有的女生可能都长得像李冰冰、周迅等等。因此，我们人类能够如此的独特，每个人都如此的独特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细胞的这个特性。我们都知道，细胞呢就像一个鸡蛋，那在这个细胞的中间呢有这个细胞核，而细胞核里面就有这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 DNA。你或许不知道 ，DNA 呢其实长达180多 cm， 而它却能够挤进这个微米大小的空间里面。简单来说，你就是把一个将近50公里长的这个彩带挤进鸡蛋壳的大小当中。因此，它涉及了很多折叠的方式，而这些折叠的方式呢，就影响了这个细胞它的功能。折叠方式 A 会让这个细胞变成肝的细胞，折叠方式 B 会让这个细胞变成心脏的细胞。而我们的神经元呢，也是细胞通过一种指定的折法，然后让它成长为神经细胞。那这个神经元呢，它连接的方式有3种，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功效。第一种叫做经验独立 （Experience Independent）。经验独立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呢，是前提设置好的。它主要是在我们的 lizard brain 蜥蜴脑。如果想要知道关于更多蜥蜴脑的东西，你可以看我第1期的视频。而我们知道，它主要是控制我们的心跳、呼吸的这些基本功能。第2种是经验期盼 （Experience Expectant）。而经验期盼的连接呢，主要是在我们吸收了这些外在的资讯之后，比如说你学习如何骑脚车之后，这个神经元的连接会固定化。
那你通常都不能再改变它，你很难去忘记掉如何骑脚踏车。而这也和一开始所提到这个 Michael Jordan 的故事相关。那 Michael Jordan 呢，他一生中都花在篮球上面，毕竟在棒球的时候所使用的身体的肌肉是不同的，所要知道的知识是不同的，因此他的脑必须重新去连接。所以这神经元的连接呢，其中包括了我们的视力、我们的语言功能等等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学了一个语言之后，你再也无法忘记它。而第三种，也就是经验依赖的这个连接方式 ，experience dependent， 经验依赖的这个连接呢，它就取决于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所吸收到的资讯，它也涉及到我们脑的成长。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努力的在学习，其实你的脑会一直每一天都在变化。而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呢，也延伸出了不同方面的智力。我们知道现在的教育系统更多的是关注于你这个学术上的知识，然而我们知道人不单单只是学术上的知识，在智力这方面呢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层面。比如说有些人对音乐特别敏感，有些人他们的智力是在于空间之间的想象。所以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，每个人都有卓越的能力。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自己一无是处，那纯粹是你还没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舞台。脑的连接就有如一个道路系统，每一个城市、每一个国家的道路系统都会有高速公路连接到普通公路，再连接到各种不同的小巷，而这些道路连接的目的呢，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很快的从 A 点去到 B 点。因此呢，我们的脑的神经元的连接也是同样的，在不同的连接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道路，都是为了让我们能更快的把资讯传达到相对的脑区域当中。而这些道路的蓝图呢，主要都是在我们小时候就开始规划而成。在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是有提到说，人类需要到25岁左右，大脑才会完全的发育成熟。在我们从0岁到25岁期间，有2个阶段的这个神经元发展是非常高速的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在2岁左右的时候，这个神经元的产生的数量会急速上升，而这时候呢，所有的连接都会发生得很快，吸收能力也会特别的强。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在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，而一直到25岁之后呢，它会稳定下来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呢，你都会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了。在这一章节当中，让我更深入了解了这个神经元的功效。此外，这也让我想到了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这个思考的方式会如此独特，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正面的，有些人可能是比较负面的。这真的是取决于这个我们脑神经元连接的方式。然而，我们知道脑神经元连接的方式是取决于我们的经验，因此多接触一些正面的人，或者是一些正面的群体，其实对我们脑神经元的连接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当你长期与正面的人、正面的团体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经验会把你这个脑神经元思考方式的连接变得比较的正面化。所以这段期间，如果你是常常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呢时常有一些负面的想法，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又或者呢你可以联系我，那我也可以把你介绍给一些我所知道的团体，通过参与他们的经验去改变你自己的思想，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更正面，让你神经元的连接变得更加的正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下期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解说更多这本大脑原则的内容，下期见。